在江西的大山深处，有一座大院，非常的与众不同。它的外形就像是一艘船，从而呢被称之为船屋，仿佛呢就是一艘船在河流当中迎风破浪的前进。关键呢，这个地方被称之为是历史上神秘组织天地会的总舵所在地。另外，传说这栋大院里面有一间房屋埋葬了天地会的财宝，如果有谁能找到这间房屋呢，就能够拥有这些。可惜啊，至今无人能够找到最后一间房屋。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大名鼎鼎天地会的故事，以及呢，看看能不能找到这最后一间房屋。刚停好车，就看到一个牌坊，写的是洪门圣境。洪门也是我们说的天地会，这边是在农村了。又看到散养的公鸡了，公鸡母鸡都有。农村就是好啊，你看前方这个农田，好多鸡呀。农村就是好啊。关于天地会，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我第一次知道天地会是当时看《鹿鼎记》那个影视剧中才知道有天地会的组织。一开始啊，还以为只是影视剧存在的，后面慢慢大了才知道天地会确实是存在，而且呢时间是比较长。那到了后面就不叫天地会了，而是叫洪门。现在呢，很多地方还有洪门这个组织。你像在美国，在亚洲好像都有。船屋啊就在前方，这种房屋是非常独特的。现在发现的船屋呢只有4座，都是在江西抚州。前2年呢我们去看过一次，规模呢比这里小一点。一开始我们说了，这个地方被认为是天地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堂口，或者说这个地方呢是天地会总舵所在地。那么为什么在江西的大山里面会存在天地会的总舵呢？这主要是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大家都知道，明朝末年呢天灾比较多，导致呢有很多起义，特别是李自成后面的是势如破竹，马上要攻破北京。在他进入北京城的前一天，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眉山自缢身亡，差不多是标志着明王朝灭亡了。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失败，清朝呢就算是入主中原。他当时肯定想着统一全国嘛，于是呢在占领了北方就迅速南下。当时呢崇祯皇帝去世之后，在南方啊还有很多藩王，于是呢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南明朝廷，也是有好几位皇帝呢，他们就一起抵抗清兵的南下。结果啊，由于一些原因，内部原因、外部原因，导致呢这个南明朝廷啊没有阻挡住清兵的追击，差不多很快就失败了。特别是最后一位南明皇帝啊，是被吴三桂杀了。在贵州现在还有那个南明最后一位皇帝的墓啊，我们也称之为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的墓。南明朝廷灭亡了，但是呢抵抗清兵清朝的人仍然大有人在，只不过呢从明面转为暗处。那在江西这个地方啊，以前呢也是有一位藩王，他的那个王府就在南城，包括那边呢还有几位藩王墓，叫做义王。很多人对明朝那些藩王的印象，可能就是他们胡作非为、混吃等死一样。其实呢，明朝那些藩王大部分的结局基本上都是战死或者是被杀死。也就说明啊，明朝那些藩王朱家子孙还是有气节的，可能就是他们传承的气节吧。我们都知道，可以形容明朝呢是不和亲、不纳贡、不割地，天子守国门，君王使社稷。你看，确实是可以形容得上啊。以前很多人说明朝不行，但是近些年大家发现明朝啊还是挺好的，在封建社会相对来说还是挺好的。很多人说当时朝廷腐败，老百姓民不聊生，是由于藩王太多导致呢一些原因。那其实呢也是一部分，
主要呢还是一个王朝到了一个节点呢，它大部分矛盾都爆发出来了，综合因素才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后面灭亡之后，清兵南下，那这些藩王呢仍然在抵抗，只不过呢，由于可能实力悬殊吧，最终呢都失败了。那在我们老家南城这一块呀，也是有一个藩王呢，叫做翼王。南明朝廷失败之后，翼王的后代呢就蛰伏下来。有一种说法是天地会的前身就是这个翼王的后代，他在福建、江西这些大山里面成立了反清复明的组织。这仅仅是一种说法，因为还有其他的说法。天地会呢是反清复明为口号，他们的会长呢又是朱家的后代，那肯定呢是想恢复明朝的江山了。我们对天地会最熟悉的可能就是早期的《鹿鼎记》，因为里面介绍了天地会嘛，韦小宝这些人。然后到了高峰期，或者是天地会实力最强大的时候，可能就是乾隆那个时期呀。当然了，这些也是我们看过小说的，真实历史上天地会确实也存在呀。那乾隆呢，为了稳固他的江山，他想把天地会除之而后快，这样的话矛盾就越来越深了。当然了，天地会他们最后也没有成功，后面呢是慢慢的有所发展，有所变革。那特别是到了清朝中后期啊，他们很多去了海外，也就是我们说的洪门嘛，一直传承。刚才我们说了，现在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还有洪门这个组织。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村子里面，大家看一下，这些呢都是老房子，都是石头道路，我感觉以前应该也是差不多的。那这些房子应该是有几十年的历史了，100多年应该是没有，上个世纪建的应该是。现在呢，我们就先来这个房屋看一下，然后再去看一下它周边的池塘。这样看的话，确实是像一艘船在水里面航行，特别是它前面这个尖尖的角，像是在迎风破浪啊。这种建筑呢，就是江西独有的啊，而且算是最大的。按照现存的资料来讲的话，这种船屋就是跟天地会有关。应该说，有船屋的地方应该算是天地会的一个据点。有船屋的地方刚好是当年那个翼王管辖的范围，从而说这些船屋和翼王有关，应该是说得过去。这个船屋按照现存的资料来讲，这里呢应该是当时天地会成员用来居住的地方，以及他们用来藏宝或者是逃生的地方。现在呢，我们就去里面看一看。在外面就看得到了，房屋前面是笔直的，到了这边就拐个弯，这边算是就到了船头的位置，尖尖的。这就是船屋的大门，门票15块钱呢。这个房屋大门看起来非常普通啊，这也可能是遵循了天地会低调的那个作风，因为它肯定不能弄得很豪华。它原名呢是叫做大福地，坐北朝南，东西宽56米，南北深78米，里面呢有3进9洞18厅36天井，结构紧凑，层次分明。特别是里面说有108个房间，但实际清点呢只有107个。最后一个啊，据说是密室，也就是藏宝室，或者是天地会的那个档案室。如果有人发现呢，能发现宝藏，但是至今呢没有找到那个密室。有这么多的房间，我们也称之它为是一座大院，大概是清朝中期一个姓黄的人建造的。那现在呢，我们就进去看一下。这大门应该是后期弄过的吧。进来，这边是一个院落，那边是外墙，这边是大门。外墙那里以前应该是有照壁的，可能刻了什么东西，现在没有了。在大门前面呢，有2根旗杆石，这应该是他们家族出了有功名的人，因为本身这个皇家呀，他在明清的时候就是一个望族，
那肯定呢有功名的。现在呢，我们来去里面看一下，这边以前都是有雕刻的，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损毁了。船屋进来之后，看到有一个仪门，上面还摆了一些东西，特别是两边呢有半圆桌，这也是有说法的。这一般是赣派和徽派建筑的一个特点。如果是半圆桌摆在两边，就证明啊，这个家族的男主人出去了，就出远门了，反正不在家里。那你作为男同志，就不要进入这个宅院了。如果说他两个桌子合并在这里，就是说男主人回来了。整个这里面呢是108个房间，每个房间呢是有4个门的。你像我们现在看到这里，1个门、2个门，它里面还有，就东南西北都有门。这主要是为了安全，为了紧急情况下可以逃生用的。天地会的人呢，他一开始啊，如果来到这个村里面，并不能马上来到这个船屋里面居住，而是要先到旁边的一个地方去登记，去确认身份，就等于我们说的招待的地方或者登记的地方一样，确认身份，他才能来到这个船屋里面居住。等一下我们能够看到，它这些房屋呢，都是属于2层的。赣派的建筑和徽派的建筑，一般都会放帽筒，就可能说主人呢回来之后把帽子放在这里。这上面有个匾额，道光时期给的。这算是来到了第2进院落了。它现在里面呢，就是一个普通的房屋，没有什么特别的。这应该都是经过更换修缮过的。它很多房间呢是锁住了。这里在上个世纪还住了很多人的。这一块就比较大了，天井也比较长，这应该算是船头的位置。看到没有？这个房间是两边连通的。我们看这个房间，那实际的话，它这一排是独立的，这边独立，这一块也是独立，这算是起到一个安全的作用嘛。这边是以前的一些物品，你像粮仓，由于山区比较潮湿，就弄了一个阁楼形式的粮仓。这边呢也可以进到后面去，四通八达，全部连通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第3进院落了。它这个呢也叫防火墙，真的是四通八达呀。看，这就是第3进院落。主要是这里面的第108间房屋找不到，如果找得到就好玩了。它这边的房屋啊，总体不是很大，偏小一点。我们往南边看一下。这些都是经过修缮的。
它这边的通道都是有门隔开的，也是为了安全的体现了。就是晚上啊，把门一关，就不知道来访的客人是谁。因为如果是鸿门天地会，它有很多那个人过来的话，有时候也要做一点防范作用嘛。这边还有一个厨房，应该是之前有人在这里生活弄的灶。这可能在20-30年前还有人居住呢，那后面可能大家就从这个大院里面搬移出去了，这个很正常啊。很多以前的大院都是有人住的，你包括我们在山西看的那些地主大院都是如此。这边又有一个大门可以出这一座房屋。这座大院它的墙壁上面大概有10几个门，等于是四通八达嘛。这边有很多以前人们生活过的痕迹。这以前也是一个厨房了。这还有很多柴火呢。天井好多啊！这个地方一直都说是有108个房间，可实际清点的时候只有107间。如果能找到的话，算是可以拥有天地会的财宝。当然，这是传说啊，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呢？关于这个最后一间，也就是第108间房，并不是说我们杜撰了，而是当地一直有这样的说法，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只是说没有人找到而已。这边还有个小型会议室，不知道当时是不是会议室啊？现在这里呢是弄的鸿门的一些介绍资料。刚才我们说了一下这个天地会的来由，为什么他会把总舵设在山里？这很有可能呢是跟他们皇家有关，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鸿门它是天地会的别称，天地会内称为鸿门人，对外呢则称之为天地会。为什么会叫做鸿门？鸿字的意思就是汉室中土，汉朝汉人的汉，中原的土地没有了，就叫做鸿。那为何不叫鸿帮鸿派而成鸿门呢？因为门是很大的，这个门呢可以容纳许多不同，只要是爱国的，只要维护汉文化，均可加入，从而呢称之为鸿门。那鸿门的起源呢，众说纷纭，最官方的说法就是鸿门它是一个热爱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民间爱国团体，成立于公元1674年，也就是满清入关之后没多久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天地会鸿门是以反清复门为宗旨的，那么它大概的来源是这样的：当时郑成功退守台湾，他认为有必要进行反清复明，所以呢就派陈永华化名陈近南，就是我们熟悉的天地会的总舵主，到湖北襄阳整合抗清势力，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建立了鸿门基地。那么天地会鸿门起源是这样来的。那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鸿门天地会起源有2种说法，大家觉得哪一种更贴近呢？我感觉陈近南这个更接近一点。鸿门诞生之初，它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那自然而然呢就受到清政府的追剿。他们为了生存与发展，形成了整套繁复严格的密约，并逐渐发展为固定模式的禁令条款，等于说像一个大家族有家训一样。随着清王朝政权的巩固和稳定，国力强盛，鸿门呢已经撼动不了它了，所以鸿门分散，化成许多小帮派，例如呢青帮、小刀会、天地会、白莲教等组织潜伏在民间，开展着反清复明的工作。据专家分析，船坞的意义是鸿门兄弟风雨同舟，指导黄蓉的坚定决心和意志。这个船坞就大概看完了，现在去看另外一组建筑。现在我们来看第2栋建筑，
也是今天看的最重要的建筑。里面呢有很多天地会的元素，也可以说那些元素证明了这里是天地会重要据点，甚至说是总舵所在地。这是一个祠堂啊，进来之后还挺宽阔的。我们可以看到前方写了一个忠义堂，那忠义堂大家应该有所印象了，那个是属于《水浒传》中的。那这个忠义堂呢，原称聚义厅，他们是仿照梁山里面的一个地方，因为忠义堂是商议军情、调兵遣将、排定座次的地方。那么，如果这里是天地会的重要据点、堂口或者总舵，他们开会就在前方。然后大家看到没有，在那个大厅前面呢，有2个巨大的墩台一样，就像我们在其他地方看的那个阙楼。那这2个呢是叫做对口，在当时啊，这里是有守卫人员的，也就是所谓对暗号的地方。假如说我是天地会的一名成员，从其他地方来到这个堂口总舵开会，那这一块的人又不认识我，那肯定要验明身份，确定我是天地会的，不能是敌人。那于是啊，就在这个地方验明身份，就对口这里，通过暗号确定了我们之间有没有关系，我是不是天地会的成员。比方说暗号张三李四，这是我们打个比方。那实际天地会他们确认身份是有固定的暗号，确定了暗号才欢迎你进去里面开会。如果说暗号不对，结果大家可想而知了，那就有很多人员把你抓住进行处理了。这个不光是天地会，其实很多比较隐秘的江湖组织啊，都会有暗号的。我们看过影视剧也知道，你像有一些是叫做什么芝麻开门，那天地会它的是有一套自己的体系嘛。再过来就是大厅了，和水泊梁山一样，如果是开会，总舵主肯定是坐在前方，然后那些堂主是坐在2侧，那旁边肯定还站了一些其他人，前方站了，包括往后一点都站了人员，因为开会的话人数相对来说还是多一点。再往后呢是一个壁画，这3个人物相信大家都认识了，这是关羽正在夜读春秋，关羽是坐着，后面2个人呢，拿着武器的是周仓，拿着印的是关平。关羽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为什么这里会有关羽呢？这主要就是他的义，忠义。在很多地方啊都会有关帝庙、关羽的塑像，特别是这些江湖组织啊，它一定会有关羽的，因为都讲究忠义嘛。刚才我们说这个地方有很多有关于天地会的一些证据，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是墙壁，这明显就是图案了。在上面呢绘了一些万字符，也是跟天地会有关的。万字符就是这个，和如来佛前面的那个字很相像啊。在唐代武则天定音为万，意思呢是吉祥万德之所及。天地会的宗旨是反清复明，而在那个时候社会形势严峻，需要大家万众一心，故以象征着吉祥和佛加标志的万字符作为会标。在这个周湖村的很多墙壁上、屋檐下、古阴道等地人都能看到这个会标万字符。据说呢，只要在万字符出现的地方，其附近呢一定会有天地会或者说洪门的据点。天地会洪门的弟子通过会标就能够找到组织、联系、沟通。因为在以前嘛，没有电话，他就必须靠一些符号才能找到地方。在这边还有一个这样的窗户，比较少见吧，它叫做舵窗，外形呢有点像船的方向盘，刚好旁边的船坞是船嘛。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以木构建筑居多，窗子呢是这些建筑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元素。
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窗户呢是有精美的雕刻，窗户呢是弄得非常精美，但是像这种的话还是比较少见的，非常罕见。这个窗户是圆形的，地面上的砖是方块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天圆地方。那这里的圆窗为天，方砖为地，中间呢是八支箭汇合，这个和天地会的会是同音，那这里就有天地会意思。另外呢，这八支箭呢会向圆心是有八方分舵，会向总舵之意，从而经过专家考证呢，这个窗户就象征了天地会的总舵。现在去后面看一下，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这里有一个非常精美的壁画。这个壁画非常有意思啊，它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是绝版。上面刻画的是二龙争鼎，一左一右两条龙，中间呢是一个鼎。我们一般都说鼎是代表天下嘛，那这里呢算是二龙争夺天下，那么寓意呢就是大明王朝和清朝争夺天下。左边这一条比较暗色的是代表清王朝，右边这条亮一点或者说浅一点的就代表明朝。那这个地方作为天地会的总舵所在地，他们的目标是反清复明，恢复明朝的江山。那么这里呢，大概意思就是说清王朝和明朝在争夺这个江山，刻画的是非常细致啊。我们一般都说是二龙戏珠，二龙争鼎呢，确实是只有在此一份。在这里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天地会或者说鸿蒙，它是有很强的纲领或者是目的性的。怪不得啊，我们在影视剧中可以看到清政府还有那个乾隆皇帝一直呢是要把那个天地会打击掉，这就是原因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祠堂是皇家的，里面呢有很多关于天地会的那个佐证。那么为什么在这样偏远的山区，皇家如何与鸿门联系上了呢？这主要是由于在明清时期，皇家呢是这一块的望族，人才辈出，特别是在明朝中期，他们家族有人当上了紫衣卫指挥使，相当于是皇帝身边的红人。那他们整个家族呢对明朝有着一种家国情结。明朝灭亡之后，各地反清复明的抗争轰起。在清朝乾隆早年，当时鸿蒙的总舵是在福建，当时皇家有个后代呢，常年在福建沿海一带经商，他接触到鸿门中人，加上家族渊源，便加入了天地会，成为鸿门组织的重要一员。受组织的派遣，他就回到老家，建立了天地会的秘密据点。那后面福建的天地会总舵遭到清兵的围剿，难以立足，因此在乾隆中期开始，州湖这一块呢成为天地会的秘密据点。因为呢这个地方处于武夷山深处，又位于闽浙两省的交界处，成员呢进退方便。后来呢皇室家族有许多人纷纷加入到鸿门，那这个地方就算是慢慢的变成了天地会的总舵。这样算起来，这一块作为天地会的总舵，应该是时间不长的，早期是一个据点，或者说是一个分舵。那后面由于局势环境的因素，就把总舵临时安放在这里。那后面肯定又把总舵迁移到其他地方去了。综合算起来，这一块作为天地会的总舵，大概是有两种说法。一个呢是我们刚开始说的跟皇室有关，创建人很有可能呢是那个藩王的后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天地会是由陈近南创建的，后面到了清朝中期，由于环境局势的影响，把总舵搬迁到这个地方来了。总的来说，天地会也好，鸿门也好，我们基本上是在影视剧中看到的，在现实当中确实是存在了。
并且呢，我们还看到它现实中的总舵所在地。在这里呢，我们不光是看到了天地会总舵，也了解到天地会的一些故事，更多的是看到了或者知道了天地会隐藏的秘密和玄机。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